大家好，非常荣幸受邀参加 Bitcoin SV 首届中文开发者大会。我是顾路，是小葱游戏的开发者，也是比原科技的创始人。我呢从14年了解到区块链，18年创办了比原科技，到现在有2年多了。小葱游戏呢是我们去年9月份开始构思的项目，去年年底上线，到现在半年多了。除了小葱游戏平台之外呢，在区块链游戏这块，尤其是区块链游戏里边的虚拟资产这块，比原科技呢还提供完整的技术解决方案。目前在游戏行业已经有了采用的案例。那下面呢，我们正式开始主题演讲。本次演讲的主题呢是从构思到产品，小葱游戏全路径复盘。演讲的内容包括小葱游戏这个项目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仅包含了产品之前的规划和实际我们开发的这个进程，也包含了技术方案的选择、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面向对开发 BSV 产品有兴趣的开发者。好，现在我们进入正题。那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小葱游戏这个游戏平台。在 PPT 上您可以看到我们平台的这个截图，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游戏的列表和我的各种功能、信息、数据的集合。那这个游戏平台呢，它是基于 Bitcoin SV 来构建的。那 Bitcoin SV 在小葱游戏平台里发挥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作用，就是我们在之前做了数据上链，然后支持打点、Money Button 这些系统的登录，也支持 BSV 的充值提现。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的游戏是即点即玩的，是基于 H5 实现，所以点进去就可以直接开始玩。有很多的游戏正在逐渐开发，然后往上增加。在今年上半年，我们提供了一些游戏，然后下半年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游戏加入进来。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平台上的数据。那我们现在呢，真实活跃的玩家数量有9249个。这些玩家不是注册玩家，而是在游戏里，在平台上真正的打了一局游戏，而且消耗了钻石，把游戏的记录上传到区块链上的这样的玩家，我们认为他是真实有效的玩家。那从年初以来呢，一共有8万多局游戏，平均下来每个人大概参与的是8.8局，也就是8、9局的样子。那每天有300来局的游戏。从年初上线以来呢，一共有3000多次的这个奖金的分配，一共有9100多人曾经得到过这个奖励。那这个奖励的这个覆盖面大概是98%左右。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平台上参与的玩家呢，大部分曾经获得过我们的这个 BSV 的奖金分配。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平台上的一些简单的数据统计。好，现在我介绍一下我今天要讲的几个主要的内容。首先是这个平台的构思，就是我们在开始做它之前，我们是怎么想的。那在做之前，我们肯定会去想，就是区块链和游戏它怎么结合，它结合在一起，它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因为这个核心的问题你想不明白的话，就是后面的开发你会在这上面反复纠结的话，那其实是会非常有影响，而且方向如果不定的话，很可能你整个东西产品做出来味道就是不对的。然后想清楚了之后，怎么去立项，怎么样做技术选择，我们做了哪些对的事情，做了哪些不对的事情。那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讲解呢，让开发者能够从我们这个案例里得到一些参考。我会主要去讲我们是怎么样得到一条我们认为的最短的路径的。那讲完构思和立项了之后呢，有个小插曲，我会讲一下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在使用这个区块链技术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和怎么样去解决它的，我们用了什么手段去解决。那么，在讲完了这个项目是从哪儿来的之后，我们会去讲我们将往哪儿去啊？下半年我们会做哪些事情？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事情和我们计划要做的事情。那最重要的呢，就是在方向上，我们当然是我们的目标是作为一个游戏平台来讲，我们的目标是提供尽可能更多的游戏，更多类型的游戏，然后给服务更大的这个群体。在第一条构思和立项里面，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最小的可运行的产品。一般我们叫它 MVP。这个 MVP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它决定了你这个产品的基因。在最后呢，我们
方向这里就是当然是以游戏为核心的，待会儿就可以看到我们后续的计划。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构思。构思其实一句话就是区块链和游戏结合在一起，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在之前我们在开始计划这个项目之前呢，我一开始是构想了一个链上麻将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特点呢是利用链上的交易容纳能力去构建实时的链上交易通信。那它也不需要一个中心化的游戏平台，玩家就可以自主去开局，邀请好友来玩，是一个脱离第三方可以做自我结算的系统。那这个系统呢，你可以看到就是玩家可以自己做所有的事情。那么这实际上在当时的我们认为是比较符合区块链本身的思维方式的。那这个想法的来源呢，是我之前写过的一个 blog， 叫玩的就是资产：比特币与游戏货币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它实际上是我当时对区块链的一个认知。我认为啊，就是当时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区块链游戏，应该是一个分布的、自制的，而且是没有服务器的，是一个没有服务器的大型多人在线游戏框架。但是就是这是15年我的想法，就是4、5年过去了之后呢。这个框架里的一部分，实际上现在已经可以由这个 MetaNet 来实现了，就是比我当时的设想呢要更简洁一些，但是它是一个想法的源头。在有了这个想法了之后呢，更进一步我会去想，去中心化真的是这个区块链游戏它的核心价值吗？这个问题其实困扰了我挺长时间，我自己去想，就是因为如果你找不准核心价值的话，很多事情你做出来的事情就是事倍功半的。那么去中心化真的是它的核心价值吗？其实不是的，因为在现阶段，你想要做到去中心化，有很多困难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区块链项目，就是他们号称是去中心化，但实际上因为他们的生态非常原始，那么有很多事情想做的，但做不到。那么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去找人都找不到，就是很多地方都是处于没有人管的状态，是我们叫它3无地带啊，说理都没地方说去。另外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项目做出来之后，这个项目谁来监管，是否合理，运营是有哪些你需要去跟监管的哪些部分去配合，这些都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这一切的核心原因呢，都是因为现在还在非常早的早期。就类似 MetaNet 的建设吧，它应该是一个不断的反复的这样一个渗透、磨合和调试的过程，是长时间的进化和竞争，不是说我们喊一个去中心化的口号，它就立刻去中心化了。那么这个链上麻将的构想呢，之后会退化成一个五子棋啊、黑白棋啊、围棋啊这样的棋类的项目，然后逐渐把它并入这个小聪平台。就是这个想法也不会消失，但是它会以其他的形式进入这个平台。好，那现在真正的问题来了，在现阶段，区块链游戏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里面有2个关键词，一个是现阶段，一个是核心价值。那为什么我这么强调现阶段呢？因为有些价值我们认为是核心价值，但实际上它是很遥远的以后。我们做项目不能说只考虑很遥远的以后的事情，不考虑眼下的事情，应该是反过来，就是先考虑眼前，然后再考虑将来的1到3年，然后再考虑3到5年，慢慢的再把这个想法往后推。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区块链游戏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打破渠道的垄断，有了区块链游戏，传统的那些渠道价值就可以被我们打破了。那么这就好像是在说，有了开源的 Linux， 我们就能打破 Windows 的垄断了。那真实的是这样吗？事实是这不是同一个层面的事情，就是 Linux 的成功未必会影响 Windows， 也许他们是在各自的领域里都能做到很好。那么还有人说，就是区块链游戏可以让这个同款的 IP 资源可以被复用。这种复用呢，从技术上来说很简单，但是法律法规监管这些方面有太多的路要走，而且公司之间的协作，怎么样利用区块链来协作，这些都是非常空白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长期的，而且是一个比较曲折渐进的是个接受过程。它不是我们眼下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自己的思考是什么呢？现阶段最重要的想法是什么呢？是怎么样去利用区块链它现有的即时小额交易和快速结算的这种能力。请注意，这种能力并不是未来的能力，而是现在就具有的能力。那么通过这种能力呢，我们能把那些活跃的玩家
这样的参与者导入到我们这个游戏的大循环里面，成为这个游戏生态这个整个的这个有机体里面一个能够参与进来的这个细胞。那么利用这个区块链它本身的内生的这种激励机制呢，能改变这个传统的单向输送的价值体系，就变成多方受益的，然后由良性激励驱动的系统。那么我讲的可能有点抽象，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下面做了一个传统游戏跟这个区块链游戏的对比。那么在传统游戏里边是什么情况呢？是玩家作为一个这个客户，他充值到了平台上去了以后，他充值的这个资金会给到平台、渠道、发行、研发等等所有这些，它是一个单向的价值流动。那么实际上可以说，整个庞大的游戏链条、游戏产业的链条都建立在这个对玩家的充值怎样去进行更好、更合理、更高效的分配上。那么区块链游戏有什么不一样呢？区块链游戏里面，玩家、开发者、创作者以及其他的参与者，他们对于这个生态的意义是类似的，就是大家各自贡献各自有意义的部分，比如说开发者贡献功能代码，然后玩家贡献活跃，还有其他的一些社区参与，创作者呢贡献内容、地图，包括地图角色，其他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在这个系统里面，没有谁比谁更优越，是由区块链本身的这个激励机制，当然是由设计的很好的这个激励机制来驱动的。我们看到之前一些链游在这激励这块做的不是很好，那么它游戏刚开始很火爆，然后过了没多久，由于某个因素，开始没有想好，或者是出了 bug， 或者是什么因素，就整个搭建起来的积木就轰然倒塌了。这个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传统游戏跟区块链游戏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有一种论调认为，这个区块链来了就是要打破这个传统游戏的格局，是来革命的。那我个人认为呢，这种观点呢，相对是比较片面的。举个比方吧，就是手机兴起了 ，PC 也没有消失，对不对？只是变得更专业化了，那变成一个工作者的他们的这个生产力工具了。那手游就是手机游戏起来了，端游也没消失，只是进化的更加成熟了，更加高端了，变成专业玩家的大型游戏入口了。那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传统游戏跟区块链游戏，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替代性的关系，实际上它们是各有优势的这样一种互补的关系。我希望看到的呢，是我们自己能够促成的呢，是促进这个传统的游戏的方式和区块链游戏的一种新的方式，两种方式新老方式的一种融合。那么我们作为就是区块链游戏的开发者，要认识到传统游戏它的一些环节是价值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说平台和渠道，他们有能力去基于他们已经积累了这个大量的玩家他们的行为去做数据分析，并且给出来非常靠谱的一些分析结论来指导开发，这些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而且是一般的这个游戏研发者啊、创作者啊，是他们很难以他们的能力是很难去处理好的。那么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区块链游戏，但我们一定也要利用这种能力，要让这两种能力能够互补，而不是说就是抱着一种革命的心态啊，什么都要替代，这样是错误的。好，那么除了这个计时交易和结算的这种能力之外呢，另外一个值得利用的区块链的能力是它的不可变性。这种不可变性有什么意义呢？它能让游戏里面的这个虚拟资产的这个价值沉淀下来，而且流通起来。因为这也是区块链给一些传统的行业、互联网的产品带来的最大的不同吧。因为在传统的这个互联网产品里面，很多数据是变化的，是你作为游戏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来说，他们是完全控制的，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讲，你很难去掌握。那么有了区块链之后，我们可以做到让用户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他们自己实际拥有的这些东西，就是在游戏里。比如说《魔兽世界》里面一个道具，对于之前的这个游戏来说，游戏更新换代啊什么，作为玩家是很难有办法去参与到这个过程里面来的。但是对新的这个区块链游戏里面，实际上你的道具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属于你，那么玩家的这个参与感、这个话语权都会放大。那么这个游戏从游戏到游戏之间的这种虚拟资产的价值沉淀和流通呢，这里我就不详细讲了。我有一篇
就是去年写的文章，叫《区块链与游戏结合的再思考》。那么更多的内容呢，可以到这篇文章里面去看一下。这幅图呢是我在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个截图。好，现在我们来小结一下区块链游戏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区块链本身的特性出发，一个是小额的即时结算，我们刚讲的，另一个是链上事务的不变性。那么从这两个呢，我们去找这两个技术跟业务跟我们实际的游戏业务它的结合部在哪儿？那么它能不能够让现有的业务变得更有价值？对于即时结算呢，我们相信它可以改造并且重塑价值的流通。对于链上事务的不可变性呢，我们相信这是有助于这个虚拟资产它的价值凝结出来的。从特性出发，然后去找结合点，到最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去改造特定的领域。对于区块链游戏来说，就是我们的游戏产品的研发和运营，能够改变这个游戏行业的我们已有的这个框架。目标是什么呢？能构造多方的收益循环，并且能够实现自由的这个虚拟资产的价值流通。我们实际做到了哪一步呢？就是我们小葱游戏在年初1月份的1.0的版本里面实现了第一个目标，通过排行榜啊、即时奖励发放啊，基本上实现了第一个目标。那么在7月份的我们的1.2的版本里面呢，我们实现了第二个目标，就是通过 NFT 道具啊，通过市场交易这些功能模块，我们实现了这个自由充分的这个价值转移。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实现的东西呢，仅仅是刚刚开始，就是这些事儿还是很不完备的，离实际的构想还差很远。我们会通过这个版本的迭代去把它做得更好。那么接下来是方法论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选择方法论？最基本的方案有两个，一个是正向的，从我们已有的东西、已有的特性出发，往前推；另一个是反向的，从玩家的需求、用户的需求出发，然后往回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那么，我同意很多人的观点，就是你应该先去想用户想要什么。但是在这个区块链游戏行业，区块链游戏的产品这里面是有点特殊，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人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它是一个 unsolved problem。那么在这种开放的情况下呢，我们更多的先想一想，我们要去找到这个沙漠里的一条路，首先要想想看自己拥有什么，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去想一些就是对于一个未知的，对于一个没有人真正探索过的东西，我们去提炼它的需求是非常困难的，还不如从我们已有的东西出发。但是中间一定会有一个点，就是到某个时间点，是你发现你对用户的理解，你对他们需求的理解，比你刚刚开始的时候更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应该反过来了，就是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实际上正向反向都是我们需要的。说好了，我们这个区块链和游戏它的核心价值，我们理解了这个东西，我们想透了之后，就是开始立项的这个工作了。立项呢，涉及到可行性。你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做才能更可行一些？你的方案就是你的路径。那这两个加起来呢，实际上就是在问你这个项目的最短路径在哪里？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你要完成什么东西，以及为什么要完成这些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立项的时候呢，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那么第一个呢是游戏加平台。什么是游戏加平台呢？就是游戏我们也开发，平台我们也开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单独的一个游戏，它的热度非常容易过去。可能一个游戏，你再好的游戏，可能都有它自己的生命期。那如果我们选这个游戏加平台的这种形式呢，我们可以互相促进，游戏能促进平台，平台反过来也能促进游戏，这样滚动式的往前走。那么你有一个平台多个游戏的话，你就可以天然的可以去尝试游戏之间的价值流通。那么一个游戏的话，你显然是做不了这件事儿。那另一个立足点呢，是我们是在一开始是以休闲类的游戏为主，我们的想法是一步一步来，不要急着就是上大型的游戏，在我们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呢，再去慢慢的去发展，一边增加数量，一边提高质量，这样就给我们自己一个就是比较平缓的曲线。因为有很多项目，尤其是区块链行业的项目，他们就是一上来选择了这个太陡峭的路线，那么自己做的很吃力不说，从其他人的接受度的角度来讲，也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一上来要理解太多的概念，这是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就是我们应该给自己和给用户选择更平缓的路线。想清楚了前面的这个立足点了之后，
我们就要为自己的技术选型了。在技术选型这块呢，我在6年前曾经写了一个原型，这个原型当然没有全写，它是一个开了一个技术的头吧。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选择了那个时候的选择，就决定了现在的一个选择的基调。那图上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我来解释一下。在客户端我们用的是一个当时还是 PC 上的 C#， 我们用的是 C# 的 WPF， 里面集成了一个 C++ 的挖矿工具。那这个挖矿工具呢，就是给玩游戏的人提供一个这个价值的支撑，就是在你不玩游戏的时候，这个工具它就会不停的智能的挖矿，你玩游戏它就会自动消下去，它就会自动停止挖矿，来给你游戏提供这个 CPU。那么服务器是用 Go 语言写的，它的后台是 MongoDB。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呢，不仅有直接的通信，而且有通过这个 Python 的这个钱包来通信，就是通过 Python 的钱包与 BTC 的网络来通信的这样2层的通信。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架构里面，其实是一个我们已经把这个架构已经简化到一个非常简化，就是游戏本身的通信和通过 BTC 的通信这样2层的通信来完成整个系统。这也是当时的交互流程，是2014年的时候我们设计的一个最简化的交互流程，是跟上张图是相匹配的。它就是3个特点，一个是客户端是使用一个单一的地址来登录的，就是不像传统的互联网应用，它还需要去注册账号什么的。那在区块链上，实际上你有一个私钥和它对应的地址，你已经可以完成大多数事情了。第二点呢，就是即时的校验，这个校验呢也是通过 BTC 网络来完成的，就是你支付我校验，或者你在游戏内购买我校验，都是可以通过网络来校验。第3个是结算，这个结算呢可能会慢一些，是当时我们认为是必须要有打包区块才能算结算，但是呢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认识提高了，即时校验在现在的概念里，我们叫它这个 SPV 校验。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好，6年后我们实际去开发这个平台，我们实际做的技术选择是什么呢？有几点区别。第一个是我们把 C++ 的这个挖矿模块给去掉了，因为我们是面对这个移动平台，你再去做挖矿是很奇怪的事情，而且挖矿本身，不管是在 PC 上也好，在手机上也好，如果去占用消耗大量的电池电力来做这样一件事儿，我们现在觉得是不合适的。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前端从之前的 C# 的一个前端，因为之前是 PC 端嘛，换成了 JS 的 Web 端。换成 Web 端的好处呢，就是网页，然后 APP， 苹果、安卓都是可以适配的。第3个不一样呢是钱包，之前是用，当然都是 Python 库，之前是用的那个 PyBitcoin Tools， 后来换成了 BitSV。这也是因为这个 Vitalik 后来去做 ETH 了，然后他维护的那个库他后来没维护了。那最重要的这些变化里最重要的不同呢是 BTC 网络变成了这个 BSV 网络。那这个不同实际上是一个本质的不同啊，这让这个事情从更大的尺度上变成可能。因为在14年我设想的时候 BTC 实际上在小范围内是没问题的，但是当你这个系统承载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几乎可以肯定它一定会出问题。那么对比14年和2020年的这个就是6年之间的变化呢，我觉得变化的部分其实不重要，因为那些是不适应的部分。我觉得真正值得关注的呢是那些过了6年仍然不变的东西，那些东西才是真正稳定的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交互流程，就是看起来这个图的交互非常复杂，但实际上就是简单说它就是3项。最上面一排呢是用户的登录，第2行呢就是用户的支付，第3行呢是游戏和结算。最后的结算会生成一个奖励，这个奖励会返回给那些玩得好的玩家，在排名榜，在那个积分榜上排在前面的玩家，以及其他的活跃的玩家，这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流程。那么左中右3个框分别是前端、后端和网络，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形成的是一个3横排3竖排的结构，其实是对于我们实现来讲是一个比较容易调错的。好，讲完了立项这个部分呢，我简单的讲一个就是小的插曲，是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对开发者会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启发，我们怎么解决问题的，或者说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怎么绕过去的，主要是费率、UTXO 还有整个网络的这个可用性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可用性正是我们觉得 BSV 比其他的链的优越的地方。然而呢，现实呢就是 BSV 网络其实它的可用性，因为它是刚分出来没多久嘛，仍然有很大的这个改善的空间。那么这个也是就是理论的研究跟工程实践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有人可能会说，set in stone 嘛，对吧？协议坚如磐石，完美的。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工程角度的这个完善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么有人会说这个即时结算秒到账，立刻可以看到结果，非常完美。但事实是大量的这个已有的这个 UTXO 的查询它是滞后的。那么真正的实时性呢，其实是离不开这个大量的这个手动挡的操作。还有说这个区块接近无上限，可以随便造完美。但事实呢是真实网络上不少基础设施还处理不了连续的这个大的百兆的这个区块，更别说上 G 的了。那么结论是 P2P 网络的它的内在的特性决定了在日后专业的这个服务提供商他们涌现出来之前呢，现在还没有办法去提供达到了那种中心化服务器他们能提供的这种稳定性、完健性和可靠性。这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仍然会是这样，就是这也是就是一个新的东西一定会面对的挑战吧。那么它就决定了我们的这个思维模式，就是在技术选点上的思维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区块链产品对于链上业务这块，就是跟区块链相关的业务逻辑这块，它的这个错误处理和恢复是非常重要，就是容错性这块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代码里面这一块可能要特别注意。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的是 BitSV 里边的自带的一些这个区块浏览器来广播交易的，它的费率呢是在每字节一聪甚至是更高。后来我们改用了打点的这个小额支付，小额支付呢直接就把这个费用降到了这个0.5聪左右，就是应该是不到之前的一半吧。最近我们刚刚切换到了这个 MAPI 是今年就是整个生态在推进的这样一个东西。它让我们的费率又减到了这个打点的一半，是0.25聪每个字节，也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是一聪可以发4个字节了。整个我们为什么不断的在改进这个呢？就是一方面是降低我们自己这个数据上链的这个成本，另一方面也是不断的能够去改善整个网络的可用性。我们不断的用新的 API 就可以就是适配这个网络的进化。那么当这个网络的可响应性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开始去管理这个手动的去管理 UTXO 了。尤其是这也是为了以后这个网络更大规模的使用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所准备，而不是说到时候再现做。具体怎么去做呢？那在处理 MAPI， 也就是说以后有可能被大规模使用的这个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去处理？那么我们会遇到哪些问题呢？最常遇到的就是我列出来的这几条。那第一个 insufficient priority 是什么意思？是insufficient priority 是说你付出的费率可能不够。那为什么会不够呢？是因为0.25聪未必是矿池总是愿意接受的。我们的实践当中发现，当我们发前几个小于10个的交易的时候，矿池是很愿意接受的。然后，如果我们在很高的频率下连续发很低费率的这个交易的时候，矿池就会报insufficient priority。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只要临时的，就是如果我们频率太高的话，我们临时的调高一下费率。其实这个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这就好像你去银行柜台办事儿。当你人很多的时候，那就开2柜台呗，然后人少了以后，它就回到1个柜台，是一个意思。第二个错误是 mempool conflict， 这个的情况就是，当你调用的某个 API 它对这个 UTXO 的反馈比较滞后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自己去手动管理了，因为如果你不管理的话，它就会认为你的 UTXO 是无效的，或者是同一个 UTXO 发了2条。mempool conflict 和 missing input 都是跟这个 UTXO 管理直接相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就是当你的数据量越来越大，数据的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你需要手动管理 UTXO 的原因。那么还有一个错误是 too long chain mempool， 我相信做区块链开发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个错误，就是在同一个区块还没打包的时候，一条交易形成的链状
过长了，这个也是跟这个区块结算的时间跟你发送数据的规模是直接相关的。那对于这个来说呢，其实它本质也是 UTXO 的管理，你只要切出尽可能多的 UTXO 就可以了。实际上这边的错误实际上都跟 UTXO 有很大的关系。当发生这些错误的时候，除了按照你知道的方式去处理这些错误以外，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去尝试不同的服务商他们提供的这个 MAPI。我们是实现了对3家的支持，一个是打点，就是Mempool 的这个 MAPI， 一个是 MetaSV 的 MAPI， 还有就是 What's on Chain。实现了3家的好处呢，就是当一家因为偶然的因素出现什么问题，或者临时不可用，或者是它爆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错误的时候呢，我们能快速的让程序自动的到另一家转移到另一家，然后当它恢复的时候呢，我们能再回去。我们非常感谢这上面3家的支持，因为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机制，让我们很方便的去做这个集成。说完这个小插曲呢，我们看技术这一块，看看技术这一块就是，小葱游戏做了哪些功能，以及之后将要做的一些改进。那么这些技术呢，我主要去谈跟区块链直接相关的这一块。相信就是我们在区块链相关这块做出来的一些探索呢，可能对其他的项目更有参考的意义。那就集中在这个区块链的数据交互这块。先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架构。这个架构呢是3层，中间呢是核心层，然后灰色的是主体层，然后外面的是外延层。那这个架构为什么这样去分呢？实际上我们既不是按照这个业务逻辑，就是游戏的业务逻辑，也不是按照是怎么实现的，谁依赖谁，而是按照可剥离性来这个规则来设计的。什么叫可剥离性呢？就是那些很容易剥离的东西在最外层，那些你不一定能剥离的在中间，那些你必须依赖的东西是最核心的。那么可剥离性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允许你这个系统能够以合理的节奏去进化。如果你一开始考虑什么工程的完美性，工程的这个架构上的合理性考虑的太多，就是你去设计一个你自认为非常合理的系统的话，那么有可能因为 BSV 整个生态是快速变化的，有可能外面有什么情况变了，有新的协议出来什么，对你就会非常被动。你之前考虑的再完美，也有可能在某一次升级之后，就是显得很笨拙、很僵化。那么按照可剥离性呢，就让你这个系统能够快速的往前滚动。在核心的这一层里面，我们有一个小工具叫 SVLit。这个 SVLit 呢，它是一个小的命令行工具，提供了一些核心的功能，提供了4组核心的功能。一个是最基本的，对于这个区块链项目来说最基本的加密钱包以及快速转账的这个功能。然后它还在这个基础上，它提供了冷热钱包的这种层次化的管理，那确保即使我们服务器被黑了，里面的资产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第3个呢是旷池直推，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 MAPI 的服务。第4个呢是 UTXO 的管理。那其实是前3个是比较完善的，然后第4个 UTXO 呢这一块我们也是刚刚开始做，刚刚开始把这一块形成一个可复用的这样一个结构。这个下半年我们会就是在这上面投入更多的精力，把它做得更完善。这个工具整个是 Python 实现的。除了 SVLit 呢，我们自己定义了一个叫 GAS 的东西，就是 Game Asset Solution， 是针对游戏内，就是游戏项目里面它的虚拟资产的解决方案。这个虚拟资产呢，它包括了游戏道具、武器装备什么所有的那些你在正常游戏里能看到的那些玩家可以拥有的数据。那么对这个我们有一个独立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你在这个右边可以看到这个图上有我们的游戏里的装备，它在市场上的就是这个装备被封装成虚拟资产了以后，它在市场上的一些行为，你可以出售它，在游戏里掉落，然后捡取，也可以打造。那么这里我列了一个最简单的这个虚拟资产的生命流程，它其实就包含3个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是铸造，一个是转移，一个是销毁。有很多我们认为游戏里的行为都可以归纳到转移这里面来。转移里面可以分成很多小的，比如说我这里举了几个例子，有
BOSS 死亡的时候系统的转移，那市场上从其他人手里购买的转移，还有竞技场里掉落的转移，当然还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转移，就是系统当中行为这么复杂，你怎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个动作来概括呢？实际上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在区块链这一层，我们不能设计太复杂的行为。我对这一点我的想法是，与区块链交互，也就是与虚拟资产交互的这一块应该尽可能的简单，尽可能单一的动作，而把复杂的业务逻辑留到游戏里去。因为在这里你给游戏考虑的越多，那么对游戏的设计者、实现者来说未必是越方便的事儿。他们很可能会觉得你提供的东西未必适合他们的需要，他们可能会自己另外搞一套。那么你做的越多，可能错的越多。我们在这个后台也提供给刚才说的这个 JAS， 就是这个虚拟资产的这个系统，提供一个专门的接口，包含了我们刚说的那个最简的操作集。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操作其实不是很多，而且我们也会非常小心的去维护它，以至于让这个系统不至于过分的复杂。那除了刚才说的两样，一个核心工具，一个这个虚拟资产的管理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开放的这个技术平台，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网址去访问它。这个开放平台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帮助开发者把他们的游戏快速的接入小聪平台。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开放平台呢？因为作为一个游戏平台来说，我们不能只有自己开发的游戏，我们希望其他的开发者、游戏开发者给他们提供方便。因为对游戏开发者来说，去找到一条路径把他们的游戏区块链化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区块链本身的技术门槛是比较高的，而且还需要去想什么冷热钱包怎么配置啊，安全问题啊什么的，需要去想这些东西。而我们提供开放平台了之后呢，这些开发者他就不用去考虑跟区块链的交互了，这是先把第一道门槛消除了，然后也不用去考虑什么冷热钱包，万一服务器被黑了怎么办了，第二个门槛也没了。那么游戏内的奖金的结算分配呢，他们可以用他们习惯的方式在后台去配置，这些我们都做了这个参数化配置，但是很有可能是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太基础，他们可能需要更高级的配置，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平台需要去不断迭代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列了几个接口的规范，范例，这个范例里面，有一些是游戏内的内容，有一些是平台的内容。你看，列的这两个范例里可以看到，可以去获取游戏内的排行榜，就是自动生成的排行榜，也可以去获取某个用户的某个资产的情况。那么右边我列出来钻石排行榜存档，这些都是接入了平台以后就自动拥有的东西。当然了，这是一个可选的，就是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那么除了以上说到这些呢，还有一些技术是我们没有对外的，是我们自己在开发中的技术。一个是一层的这个 token， 一层的 token 呢，实际上在近期的这个 BSV 圈子里是一个比较热的话题，有好几个项目方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层的方案。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JAS， 就是游戏内虚拟资产的这个方案，是我们自己实现的一套方案。那么除了我们自己定制的这个方案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会去支持其他的那些正在进展中的这个一层的 token 的协议。那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排他性的，就是不同的我们认为不同协议的这个 token 是可以共存的，没什么问题。我们的游戏道具左下角是有一个角标的，这个角标上就标明了你这个道具是用什么协议生成的，所以理论上来说，什么协议对我们其实关系都不大。这个一层 token 在小聪平台上其实可以有很多的应用，不仅仅是道具。小聪平台支持的钻石实际上也是可以由这个一层的 token 来支撑的，它是钻石相当于是一种这个同质化的代币吧。除了一层的这个 token 之外呢，我们还在研究这个二层的自动化。但这一步呢，实际上是我们通过一个外部的库叫 Operate 这个库来完成的。这个库的设计非常好，那么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展开成为一个独立的讲解。这个库非常非常的有用。好，现在技术这一块讲完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最后一个小节，就是方向。我们这个平台是往哪个方向去做？当然基本点是我们会添加很多游戏了，就是会不断的做新的游戏了。另外就是平台本身的体验，比如说在国外或者某个地区非常卡顿啊，什么游戏匹配的问题，我们会不断的去迭代去改善。但是这些改善呢，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 game centric。
那么这个图可能大家之前见到过，是我们在2020年这一年每一个季度的规划。那么上面的字很小，我也不打算一一的说明，但是可以看一个大致的意思。一个是我们游戏开发，这是所有黄色的小圆点，你可以看到是我们发新游戏。第一个季度我们发了3个游戏，然后3个季度我们又发了3个游戏。那么在图上标明的是第4个季度我们还会再发一个新游戏。那么除了游戏这块，我们在技术上做了哪些突破？第一个季度、第2个季度、第3个季度，可以看到这2个是并行的一个过程，并不会说是我们只做游戏，不管区块链的这个技术，也不会说是我们天天只研究技术，然后不做游戏。这实际上是2条路，我们2条腿走路。经常有玩家问我，你们游戏出太慢了，你们能出快点吗？我们之前也的确是因为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的游戏的节奏并不是很稳定，有的时候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那么玩家就很关心，说你这个平台上的，如果说不能够，既然是一个平台嘛，那游戏当然要越多越好了。那么我们的答案在今年的第4个季度，也就是从9月份起的这个季度，我们出游戏的这个速度会显著的加快吧。你可以看到右下角，从我们计划当中的是1个游戏，但是到现在我们第4个季度很可能会出到这个圆盘上的数量大概那么多游戏，不会比那个更少吧。另外，我们这个路线图会在 Wiki 上更新。这个 Wiki 的链接地址上面的内容，我们会周期性的，大概是2周到1个月的时间周期，我们会去更新它。如果关心小葱游戏的话，你可以到这个网址去偶尔去看一看。那么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有2个方向，一个是以游戏和体验为导向，关心游戏本身。因为我们觉得你虽然叫一个区块链游戏平台，但是你不能什么言必提区块链，总是在向别人强调，我这个是区块链怎么样。但实际上区块链它本身，它应该只是提供机制上的支撑，它不应该跑到前头去。你真正用户玩的是游戏，对吧？用户玩的是游戏，而不是区块链。所以你真正应该做好的是游戏本身。然后区块链能够让你的游戏更好，它应该是一个助推项、加分项，它应该是一个对整个系统有放大加成的作用，而不是它不应该跳到前头去。那么另外一点呢，更好的链上互操作性，因为如果我们做不到跟区块链更好的交互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没办法用区块链来放大这个游戏平台的价值。那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以后我们会非常注意。实际上你可以看这2点，其实就可以简化成前面图上你看到的，一个是游戏，我们在游戏上的开发，一个是技术，我们在技术上的追求，这是2条腿走路。好，那么今天的内容我基本上讲的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在这些地方通过这些方式来找到我们。不管是游戏也好，你觉得有什么好的游戏想法，或者是技术上你觉得哪些技术非常有价值，值得来尝试，都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跟我们交流和沟通。以上呢是我本次演讲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将本次大会推荐给身边的这个区块链行业的从业者，并且持续关注 CSDN 上的 Bitcoin SV 开发者专区 bsv.csdn.net。感谢大家参加本次 Bitcoin SV 首届中文开发者大会。后续呢还有其他的嘉宾带来同样精彩的演讲内容，请大家不要错过，继续收听。